那么对于普通观众来言，是不是说我们最需要警惕，也是最容易和您刚才说的这个冻结肩搞混淆的，就是这个肩袖损伤呢？是的。主持人总结的非常到位。肩袖损伤啊，正是临床中最常见，也是最需要与这个冻结肩进行区分的一个疾病。所谓的这个肩袖损伤啊，是一个广谱的谱系，它包括从肌腱的这个轻微炎症，肌腱炎，我们说的腱鞘炎，到肌腱的这部分的纤维断裂，再到肌腱的完全断裂，我们叫全程撕裂等一系列问题。它和这个冻结肩呀，从这个发病的原因、表现出来的症状，到这个根本的这个治疗原则，都是完全不同的。那您看啊，刘主任，您刚才提到了病因和症状不同，具体的不同在哪里呢？有没有一些简单易懂的方法，能够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在家里就能对咱们自己的肩膀的情况做一个非常初步的判断和区分呢？有的。这里我教大家一个非常核心且实用的这个鉴别方法。就是观察是自己动还是别人帮你动的区别。就是我们称为主动跟被动活动的一个测试。如果是冻结肩，因为关节囊嘛粘连了、粘连了、挛缩了，就像一扇门的门轴完全锈死了一样。这时候无论你自己用力想抬起来，就是主动活动，还是家人朋友握住你的手，想帮你抬起来，都会感觉到各个方向，包括前举、侧举，向后摸背了，梳头发了，就比较活动困难，有一种被卡住、锈死就被锁死的这种坚硬感。这是冻结肩。如果是这个肩袖损伤呢，问题出现在肌腱上，好比是门的这个铰链坏了，或者绳儿快断了。凭自己主动想抬起来，可能感到疼痛，使不上劲儿，抬不起来。当然，如果别人握住你的手臂，帮你做这种被动的动作，抬起动作吧，你会发现，可能这个肩部还是能做一些基本的动作的，感觉是不是正常呀，或者是接近正常，没有那种卡住的那种感觉。简单的说就是，如果是自己抬不起，别人能帮你抬起来，就有可能就得怀疑这个肩袖损伤。刘医生，您看啊，您刚跟我们大家分享的主动、被动测试，确实呢非常直观。那我们观众朋友们在家也不妨请家里人帮忙，咱们简单的来感受一下。除了这个活动范围的测试，那以上这两种疾病在疼痛的感觉上有没有各自的一些特点，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区分呢？刘医生能不能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好的。这个疼痛啊，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啊，就是疼痛的过程了啊。这个冻结肩的疼痛啊，通常它是持续性的这个钝痛或者是酸痛、隐痛。疼痛的位置啊，它比较模糊，就是好像是整个肩膀区域，它也说不清，就一个指头它指不出具体的哪一点最疼。它有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夜间间隙痛。就是睡觉的过程中，疼痛会加剧，甚至就把人疼醒了，影响这个睡眠。这个肩袖损伤的疼痛啊，更多是有些特定动作，就是做一些特定动作，一些这个锐痛或者撕裂性的一个疼痛。疼痛的位置通常比较明确啊，比如说肩膀的前外侧了，肩峰的前下方了。疼痛它自己能找到一个明显的一个压痛点。它还有一个就典型的表现叫疼痛弧，就是当你尝试把这个自己的手臂啊向身体侧方抬起，就是外展时啊，这样对，到在60度到120度这个区域，它有个过程，有个度这个度数过程突然会加剧。但是低于这个度数或者高于这个120度的时候，疼痛反而减轻。就又能抬起又能活动。
夜间痛有可能会出现，但不像那个冻结肩那样几乎必然存在啊，就是有的人会出现，有的人不会出现啊。刘医生，那您看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很多中老年观众，那他们的身体感知可能不如年轻人那么敏锐了，有时候疼痛呢不明显，但是问题可能已经在这个私底下酝酿了。